台灣大小事，保護國產車70年，為什麼還不能停？先說結論哦，進口車關稅該不該降？我個人認為非常值得討論，但在討論之前哦，我們真正該問的是，保護國產車保護了70幾年呢，到底為我們帶來了什麼？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那我們上一支影片聊說，熟人介紹的裝潢工程就可以放心嗎？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進口車該零關稅嗎？這是來聊一個新聞哦。標題我念一下，進口車零關稅，釀601億稅損，衝擊8萬人生路。王世堅轟，胡說八道，危言聳聽。那內容是這樣，立法院財政委員會7月29號審查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的修正草案，討論是否調降進口車的關稅，將現行的 17.5% 的進口小客車關稅調降至 0% 到 10% 哦。那結果是怎麼樣？僅詢答沒表決，沒有實質的進度。經濟部給出的說法是，恐造成523億元到601億元的稅收淨損，以及 8.26 萬名從業人員的生計。然後王世堅就出來罵了然後說，國內的汽車整車製造業從業人員僅 1.1 萬人，其餘8萬多人都屬於汽車零組件業，影響並沒有那麼大。然後你看我劃線的地方目前進口汽車關稅收入336億元，但財政部估算的稅收淨損卻達523億到601億元，無疑就是將貨物稅啊、營業稅啊，或是國產車銷售下滑，所以造成的稅損，然後都一起說這是稅損啊。那財政部長莊翠雲回應是說，關稅政策不能只看海關稅收，還要考量國內產業、就業跟供應鏈。翻成白話就是說，給你扣帽子，8點多萬人的生計會受影響，你還要放就是這樣，沒有要放了。按你的看法嘞？你覺得應不應該放行，讓我們國人買進口車變得便宜？歡迎底下留言討論，但注意一下措辭不要討論，然後跟另一個鄉民這樣吵架，吵起來要互告之類有沒的。好，那再來你要知道，台灣保護了國產車多久了？在我們繼續討論之前，我想要先問你，你知道這個關稅保護到底保護多久了嗎？我跟你講，70幾年，誇張70幾年，它只是做法有不斷的調整。1953年裕隆汽車成立，當時政府喊的口號是發動機救國，要扶植自己的台灣自己的汽車工業。怎麼扶植？總共出3招。第一招高關稅，早年進口車關稅最高的時候 75% 呢，很誇張呢，一台車進台灣價格翻倍不止呢。那第二招限制進口，那年代你要買外國車不是錢的問題，是根本不讓你買。日本車一度直接禁止進口台灣，所以我們小時候大人在講說面乳對不對？V0 對不對？那是真的豪車的，因為那時候要買車都很困難。我記得我小時候一個阿伯那邊，好，那我們現在怎麼滿大街都是現在停個紅燈啊，就好像賓士車友會嗎？大家都是來第三招自制率政府規定你在台灣組裝車一定比例零件你就要用台灣的在地的做，最高要求到 60% 呢。那發動機搞不定嘛，那其他能在台灣做都要給我在台灣做，這樣它是怎樣？它是要逼台灣本土零件廠商生長出来不要說連這個土壤都不給這套保護措施進行非常的久一路是走到2002年台灣加入 WTO 才被迫把關稅下降，從 30% 左右慢慢降到2010年前後的 17.5%， 然後又停在那裡。2010年，今年2026年，16年了。你看一停又是16年了。所以你算一下，從1953年到現在，保護了70幾年我們國產車產業我們得到的是什麼？裕隆生產的是日產，國瑞生產的是 Toyota， 那中華做的是 Mitsubishi。那講白了，台灣的國產車大部分都是幫國際品牌在做在地生意嘛。真正有好不容易出來一個自有品牌納智捷，對不對？2009才出來後面的故事你也都知道，砸了10幾年，品牌一直虧損，銷量一直上不去。到2025年年底，裕隆把 Lexgen 那納智捷移轉給鴻華先進。裕隆跟鴻海合資的公司開始改做電動車，那鴻海現在也在忙那個電動巴士做全世界政府部門的標案的這件事情品牌等於重新開機最慘的是市占率，
以前國產車佔市場的7、8成，現在呢進口車已經逼近一半。也就是說，就算多那個17.5%的關稅，消費者還是用鈔票投票。對啦，比較貴啦，我知道你要宰我啦，我還是要買啦。你對比一下你國產車，你競爭力，對不對？消費者寧願多花錢，還是要買進口的啦。這就出現了一個很尷尬的問題。如果保護的理由是扶植產業啊，70幾年過去，這個產業到底是要繼續保護下去，還是保護就不夠徹底哦？還是保護的太好了，導致現在變成這樣？我想講到這邊，你自己心裡都有答案哦。你要罵，等一下再罵，我先把它表達完。最後你要知道，保護汽車業是為了國防安全嗎？哦，講到這邊你覺得很扯哦。那70幾年你都養不起來一個產業，這樣保護它，保護個屁啊！保護巨嬰，就巨嬰都老了。我本來是這樣子想哦，我本來很偏激這樣，但我聽人家講過一個理由，我現在覺得哦，好像有那個道理，我就去查一下，真的有這一回事哦，我跟你分享看看。好，你聽聽看哦。這東西就是屬於說官員部長在開會的時候不能講的，因為新聞媒體會寫嘛。好，然後我查到是這樣哦，當然有點陰謀論的感覺啊，但是陰謀論就是很精彩啊。我分享給你，就是說國防安全跟我們台灣現在這個國產車產業有相當大關係。你想說奇怪，就組裝車跟國防這是什麼關係哦？這是有先例的呢。二戰的時候，美國有個口號叫民主兵工廠哦。但是1940年以前，美國其實沒有多少坦克的產能啊，那些百萬鋼鐵洪流是從哪裡來的？坦克哪裡來的？底特律啊，那些平常就在做車、組裝車、賣車的自用車的那些車廠，在戰時直接轉型成兵工廠，直接轉立刻轉克萊斯勒直接就蓋了一個坦克工廠，狂造雪曼坦克。Ford 我們大家很熟的福特。蓋了一座專門製造轟炸機的工廠，把汽車業那個流水線管理整個搬去造那個轟炸機。B-24，那最猛的時候1個小時一架。GM 通用也沒，就那個變形金剛老大博派的老大的那個車標，我們台灣是沒有，他也沒閒着機槍、卡車、飛機引擎，通通都給他整進來，他就有辦法生產。所以整場二戰，美國靠量產坦克把德國打壓的不要不要的背後的大工程不是什麼神秘的軍工廠，而是就民間汽車廠，改造了以後變成軍工廠，就這樣很酷哦。那我們思考一下，這件事情其實蠻合理。造車跟造坦克都是引擎、變速箱、鋼板、焊接等等的技術。那當然有其他坦克用到，然後自用車用不到的嘛。我不知道現在軍用導航應該也不是我們的 Google Map 吧？總不會下基地開坦克的時候，裡面那個兵還拿手機那邊開 Google Map，然後導航去哪裡？應該不是這樣吧？所以暫時這些技術性人才有辦法造車的人才，就把它徵召起來，你就做坦克吧，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當然現在不一樣嘛，現在你要造國防的話，可能是暫時這些車廠會立刻轉型成做無人機之類的。所以有一種說法就是說，各國都會很保護自己國家的汽車產業，不只是說什麼我們的車做得很好我們超省油我們超耐撞我們怎樣又怎樣，然後我可以去做外銷，我可以賺外匯。不只是這個層級的考量，而是有那個戰略的眼光來看這個事情。好，這些民間在戰時或準戰的時候可以立刻變身成軍工廠、兵工廠，那這樣就有道理了。那我們保護這個台灣汽車產業就很有道理了當然你現在問這個政府不會承認啊，這怎麼會承認？對，我們台灣就是應用，怎麼可能講這個？但是這會不會也是政府不能說出來，不肯降關稅的考量之一？很有道理，對不对？你看我要想辦法幫國產車，我是很支持國產的啦，我想辦法讓國產車洗白，想盡辦法我幫你想這個理由，你覺得怎樣？我個人認為還算有道理，加油啦國產車。但是這個敘事有一個前提，就是美國車產能運漲坦克是因為核心技術在自己手上，對發動機台灣呢？還記得我們前面講了嗎？保護了70幾年，裕隆生產了尼桑，國瑞生產 Toyota 中華做米茲必須，那我們換到還是組裝能力，核心技術不在別人手上，所以就算國防理由成立這套保護目前也沒買到所謂的民轉兵工廠的這個能力。所以回到我前面的問題，是保護的不夠，還是保護本身就是問題？我的想法是保護戰略產業當然可以嘛，但是你也要跟我們說清楚，說消費者都10幾年多付了錢，到底替我們爭取到什麼東西啊？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跟你講了，
台灣進口車關稅的爭議，跟國產車產業被保護70多年，那卻高度依賴國際品牌代工的現況。我討論了降低關稅可能會造成的稅收短少跟就業跟供應鏈的衝擊，也討論汽車行業到底是不是具備國防戰略的價值。結論就是保護戰略產業這沒有問題，但是政府必須說清楚說，你讓全體國民多付10幾年，那買進口車的這個關稅，那到底是換來什麼東西？換來我們國產車現在超爆幹強嘛？好像也沒有，到底換來什麼？最後我想問你，如果進口車關稅是砍到0，你會 A 立刻下定等這天等很久了 ，B 不會買，台北捷運很方便 ，C 不會買，我還是只想買房子。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講八卦。你想說我那個講房地產，有沒有講到車子這邊來？這事情是這樣來，我們講電動車充電樁這件事。接下來的趨勢很明顯了吧？純燃油車固然有其市場，但很明顯汽車的未來就是電動車了不然就是什麼油電混動什麼的。好，電動車電動車的領軍人物就是特斯拉嘛，對啊。好，那這跟房地產有什麼關聯呢？如果關稅又往下降，不是很好嗎？好，所以我們可預期特斯拉接下來的銷售還會有機會再往上，尤其是滿血版 FSD 在台灣全面開放之後，雖然特斯拉這個日前才發生一件在高雄光華夜市，有沒有去過？光華夜市是不是整條就吃飯街，然後大家autobike汽車都亂停？其實我也亂停你不亂停，你要怎麼去嘛？你要怎麼買那個藥燉排骨嘛？好，就亂停。然後有一台特斯拉就爆衝爆衝司機的講法，先說沒有毒駕，沒有酒駕司機講法是說那個車子自己爆衝，好然後撞了一輛賓士 S500 高價車然後就因為那個賓士 S 他自己違停，停在那個光華夜市路口，那個特斯拉爆衝，人家撞過去，保護了後面一大票人，那個新聞相當精彩。好啦，總之就是說特斯拉雖然有一些事件，但是那個特斯拉未来滿血版 FSD 這個如果它真的在台灣上路，我也要買一台來用OK， 好，那電動車然後再搭上這個關稅降低，那如虎添翼特斯拉它會銷售越来越多，然後就會導致一個很直接的需求，就是社區大樓有沒有提供所謂的充電停車位有能裝充電樁的停車位。現在特斯拉最完美的解法叫做透天門口你可以自己拉一根，好，那你就停，你就自己充 OK 好。然後電梯大楼新的建案，它也不會是每一個停車位它都給你放後面可以讓你充電，也沒有這種事情，通常很少真的很少你一整個社區大樓開案可能還6個，可能還12個是有充電樁的停車位，直接幫你做好的。你後面還是一般的平面車位，不然就是機械車位。然後機械車位現在都沒辦法充電嘛 ，OK 好。如果未來電動車真的大行其道，我跟你說一定會倒逼建商日後再推出新案子的話，應該是會把它處理成每個平面車位通通都有充電樁了，因為在整個造價造起來我要讓一個大樓的所有的停車位通通都變成充電的，就拉那個線然後改那個電，然後它總工程造價成本往上提升不會到 2%， 就是每個車位都是充電的了。那你說充電人家可能是燃油車，人家
沒有，這是未來的趨勢哦，所以要先做起來。像中古屋就很痛苦，中古屋現在的停車位哦，假設社區管委會願意讓你停，還真的有哦，還真有社區說沒有那個電動車就是不能停到地下室，因為起火沒辦法很快撲滅。我們現在地下室用的都是那個水，不然就泡沫哦。雖然那麼久了，現在還到底有沒有噴得出泡沫也不知道哦。總之就是那個泡沫是來滅燃油車的火用的，那個電動車會一直燒啊。電動車說現在要超大量的水，再加沙子哦，鎖你就給它潑上去，你等於把它埋起來就讓它燒，把它燒到完就沒事了。現在的消防設備不是這樣啊，尤其又發生了新竹的那個大樓的事件，充電車起火，所以很多社區大樓是不讓電動車停到地下室的哦。OK， 好所以中古車位。未來要買電動車的車主不就很那個哦？那就變成第一個我不知道我有辦法停哦，但是油電混動又給人家停哦。好，然後再來是我要裝充電樁，我幾乎是等於沒有辦法，真的是沒有辦法裝。你想說不就那個電線走天花板這樣拉下來，那個供電那要重新計算過的，而且你這樣子走施工的費用跟你走天花板是一回事，那你要是走地板的話，你繞過人家車位什麼有沒的，很麻煩啊。這個我相信等到以後電動車大行其道，那個車位有沒有辦法充電一定會成為一個很鮮明的賣點。我說電梯大樓一定是這樣。那我認為下一次的拐點這個東西正式被搬到台面上來炒比方說以後房仲在賣中古屋，他都會說我們這個社區我調查過了，管委會是可以讓你花錢去裝充電樁的，它就會比較好賣然後新建案的話，幾乎會提供到，比方說，我們先不要講那麼極端，就是說每一個平面車位通通都可以充電。我們想要 B1、B2 都可以充電，因為 B3 或是最底層，往往還有機械車位，它可以往下挖嘛好，那機械車位沒得充又沒得充電，然後這個對賣房商都會造成優勢尤其又搭上了關稅往下降以後，特斯拉都變便宜，那很 OK 啊，非常 OK 啊。不然現在的話，是不是都要去找外面的充電站？然后特斯拉的超充站還不是很多還要找那個第三方的，我滿不在但我個人是就是覺得蠻斜版的特斯拉 FSD 很屌啊，真的很屌。我覺得車就是要自己開，還要我開，我又不是什麼很厲害的人，那個駕訓班都有去考都有過，我即使有過，我筆試還100嘞。可是他現在那個號誌什麼，你馬上考我，我也是有點答不出來，我自己都不相信我的技術，還是給車自己開就好了。總之就是這個未來如果電動車大行其道，就看起來就是這樣了就是這個趨勢一旦形成無法翻轉了，然後再來搭上這個降關稅然後在台灣的以後不管是中古屋還是預售屋新房子能夠提供充電樁的停車位，應該會變得更加搶手。我換句話說啦，你現在如果在買預售，有辦法加錢選到有充電樁的車，你先把它加錢選起來，即使你開的不是特斯拉你都先把它選起來因為以後你要賣的時候奇貨可居真的是這樣。